新加坡总理访华，密切两国关系，同时却加快了和美国与西方的军事合作，加强自己的军备。我们当然对新加坡的这种想法和做法是心知肚明的了。新加坡两手准备，反映出他们对未来判断略带悲观色彩感到忧虑，而同时呢，也反映出未来的南海地区形势会比较严峻。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要说外国领导人来访华，在这边一待就是1周这是比较少的，这也说明两国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所以从客观上来说，我们怎么来看新加坡呢？新加坡能够独立的建国，并且能够建国之后立国再发展起来，这个和英国和美国是分不开的，它是要靠英国和美国的。包括今天新加坡的安全要以美国来保障，它和美国也有军事同盟的关系。对我们中国这方面呢，新加坡一直是采取比较友好的态度，而且从族群的感情上更有这种贴近感。而现在呢，形势在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在这种形势之下，新加坡对未来的预测是非常的敏感的，因为越是一个小国，它越是对这种风云变化感到敏感，它必然要做两手准备。很现实的，一旦是中美发生冲突之后，那么作为新加坡这么一个小国，它该怎么办呢？那我们看现在新加坡在加紧做的军备就是它要马上新建6艘多用途的战斗舰。这种战斗舰呢，将来也会成为它无人作战和未来作战模式的一个平台。这个是由新加坡的科技宇航公司来进行总承包，其中呢是以丹麦新型护卫舰呢为一个基础集成了瑞典法国的技术和武器装备。而与此同时新加坡现在追加了8架 F-35B， 希望能够尽快能够服役。那么新加坡就要把自己打造成在东盟地区的第1强的军事强国。一旦说美国和中国发生冲突的时候，新加坡判断地区呢会出现乱局，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有足够的能力自保。那通过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几点来这第一呢，美国在这个地方的，在整个亚太地区的不断的这种施压，让新加坡感到未来美国和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在增加。第二一点呢，新加坡呢，它是这个在东盟里面是重要的国家，他觉得无论是他还是东盟，都会在未来遇到一个当形势急剧恶化，那么可能要选边的问题。现在在两边这样回旋、这样平衡的局面，可能是时间不久了。第三呢，新加坡它有一个很大的疑惑，就是中国能否在改变美国的地区霸权之中呢，最终胜出，这是一个问号。也就是说，他要看中国到底要有什么样的政策、什么样的战略布局和能够具备什么样的能力第四一点，我们也看出新加坡这些年来一直在中美之间呢进行一些沟通，并且呢在很多公开的场合把有些话说得非常的明。新加坡不希望中美之间发生冲突同时呢也不希望在地区引发乱局。所以新加坡的这种两手准备，我开始就说嘛，肯定我们是心知肚明的，也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所有问题的根本所在那还是要看我们中国是不是能够稳定的发展。新加坡这边，他当然相信了，他相信我们中国，即便发展起来，即便是改变了这个地区的整个秩序整个规则，挤出了美国的霸权之后呢，中国也不会是一个美国这个地区霸权的替代者，中国不会搞这个霸权，这一点新加坡是相信的。但是他的疑惑就在于中国有没有足够的实力和定力能够改变这边的秩序。